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你演播的惊悚故事。这个故事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，而我最初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才不到5岁。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这个故事一度成为我的童年阴影，甚至那时候的我被尿憋醒了都不敢一个人去厕所。这个故事最初是我外婆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，然后讲给我的母亲听，我的母亲又讲给我的表姐听，而我的外婆、我的母亲、我的表姐最后又都讲给我听。他们每个人讲的故事一样，又似乎不太一样。如今故事虽还在，可给我讲故事的外婆却不在了。你准备好听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善良的妇人去娘家烧纸祭奠双亲。出发前，她告诉孩子们不要给陌生人开门。看到孩子们明白了，妇人便放下心来，挎着筐出发了。你要问竹篮里放着什么？那是妇人在家里亲自炕的饼啊烙的馍，还有元宝纸钱一摞摞。妇人去的时候，熟及高粱叶上还有露水，太阳才高悬东南。由于拿的东西不多，妇人步伐轻快，即便路程稍远，也很快来到埋葬爹娘的坟头。妇人清理一下土坟上边的杂草，又在坟头最上面添上几块土，坟边砖头上面垫着荷叶，放下炕的饼和烙的馍，点燃纸钱元宝，磕了头留下，清泪2行：爹娘，希望你们在下面能过得好一点，不用再一直操劳。这是女儿亲自炕的饼，烙的馍，你们以前最爱吃这个，女儿过得很好，你们在下面不要担心。妇人眼里含泪，不断地念叨着，清风卷起烧尽的纸钱元宝飘向远方，似乎是妇人的爹娘在回应着什么，又似乎只是风大了。待祭拜过后，妇人来到了娘家。哥嫂其实不太待见这个小姑子，他们嫌弃妇人家境贫寒，当家人又早亡，也没有什么依靠，还独自一个人养着几个拖油瓶。以前他们还劝她再找一个，好歹有个依靠，可见她执拗，不愿再嫁，也就渐渐熄了这个念头。不管怎么说，再不待见小姑子，可她来了，顿便饭还是要管的。妇人也明白哥嫂不太待见自己，因此简简单单吃过一顿午饭后，没待多久，她别过了哥嫂，就早早离去了。刚刚祭拜过爹娘，心中的哀伤还未散去，又被哥嫂挤兑，妇人别提有多郁闷了。向前走着走着，也未发现走岔了路，等妇人看到一片片熟地，才明白了过来，自己走错了路。好在这附近她都熟悉，这地方离她家也不太远，只是周围静悄悄的，安静的有些吓人。妇人有些害怕，正在惊魂未定之时，她隐隐约约听到一个老婆婆的呼救声，循着声音走去，只见一个头发发白的老妇人跌倒在路旁。救命！救命！有人吗？老婆婆大声呼唤着。姑娘，请救救我老人家。老婆婆见到出现的妇人，向她呼喊。你还好吧，阿婆？这妇人本来有些担心，可见只是一个年迈的老婆婆，就放下戒心，把篮子放在一旁，把老人搀扶了起来。谢谢你，姑娘，我没什么大碍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老婆婆不断地夸奖着这个妇人。阿婆，你没事就好。这妇人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。阿婆，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怎么还一个人出门？不怕家人担心吗？这妇人有些奇怪老婆婆一个人，开口询问着。没了，都没了，老头子走了，我去看独生女儿，谁知道走到半道，突然头晕眼花就摔倒了。哎，人老了不中用了。老婆婆唉声叹气地讲着过往。婆婆为啥不和女儿住一块，这样也有人照料。这个妇人感觉这个婆婆孤苦伶仃的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不想给她添麻烦。老婆婆解释着，然后两人越聊越投缘。妇人说自家住在长仙村，就在高粱地另一边，丈夫早就没了，自己独自抚养3个年幼的孩子。一番交谈之后，妇人将家里情况交代的是一清二楚。姑娘，你也是个可怜人啊。老婆婆一时感慨道，苦是苦点，可看着3个孩子慢慢长大，一切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妇人脸上露出笑容。是啊，孩子最可爱了，我也很喜欢孩子，
香香甜甜的。老婆婆也很开心。婆婆，我这筐里还有点烙馍，你要吃点吗？妇人想着竹篮里还有些吃的，想给老婆婆分些。我不饿，只是有点渴了。姑娘，你带水了吗？老婆婆扭头看向这妇人，抱歉啊，阿婆，我没有带水。善良的妇人面带些歉意地说着，可你身上明明带着水啊，怎么能说没有？老婆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妇人，我真没有，阿婆。看到变得有些陌生的老婆婆，这妇人有些害怕地往后缩着。不，你有水，你全身不都是水吗？老婆婆脸上露出诡异笑容。啊，妖怪啊！小媳妇惊叫一声，想转身就想跑，而脚却像挂了铅一样，一点也迈不动。眨眼间，妇人便被这老婆婆掐住了脖子，拖进了熟熟地。她使劲挣扎，可挣扎越来越微弱，渐渐没了呼吸。可熟熟地里却传来了含含酥酥吃东西的声音。没多久，熟熟地里走出来了一个年轻妇人，样貌神似那个妇人，可似乎又有些不同。那妇人根据记忆向家里赶去，很快走到一户人家院墙外，用力拍了拍门，门插门边儿，给娘开门。这妇人一边拍门一边喊着，你不是俺娘，俺娘脸上头上有头巾。看到大姐想开门，年幼的弟弟开口阻止，这妇人只能回到熟熟地，用熟熟叶变作围巾包在头上，门插门边儿，给娘开门。赶回来的妇人再次敲门喊道，你不是俺娘。俺娘一脸麻子，看到二姐想开门，年幼的弟弟再次制止，这妇人只能再次离开，回到熟熟地里，用熟熟壳皮往脸上一抹，变作麻子，急匆匆往家里赶。门插门边儿，给娘开门。回到门外的妇人忍着火气再次敲了敲门，是咱娘，可以开门。大姐说着，是咱娘，娘回来了。二姐说着，娘，你可回来了，刚才有个坏人想骗我们开门。年幼的弟弟看到娘亲，开始控诉，是啊，是啊，多亏了弟弟。大姐二姐齐声表扬着弟弟。大姐和二姐打开了门，这妇人走了进来，把门插上，然后抱起最年幼的孩子，好孩子，你真聪明啊。本来很开心的娃娃被妇人抱在怀里后不断挣扎着，可慢慢安静了下来。可走在前面的姐妹二人却没有发现，随着一家四口进入房内休息，月亮也突然隐入乌云下，夜色越发漆黑。大妮、二妮，你们睡一头，我和你们弟弟睡一头。床榻上的妇人开口对姐妹二人说着。姐妹二人虽然奇怪今晚娘亲要分开睡，但也没有多想。好的娘，毕竟弟弟年幼，比较依赖娘亲。嘎吱嘎吱，嘎吱嘎吱嘎吱，半夜熟睡的姐妹被这声音吵醒，好像谁在啃着骨头。娘，你在吃什么？姐妹二人隐隐约约见一个黑影在吃着什么，有些好奇地问着。我饿了，在吃胡萝卜。这妇人一边吃一边回应着姐妹二人。娘，我也想吃。大姐开口向妇人要胡萝卜。娘，我也想吃。二姐也开口向妇人要胡萝卜。不行，你们赶紧睡吧，小孩子吃了容易肚子疼。这妇人开口拒绝。不嘛，娘，我饿。大姐撒娇。我也饿，娘。二姐也撒娇。好，一人一个，不能多吃，吃多了不好。妇人被缠的没有办法，只能分给他们。呀，姐妹二人接过一咬，发现不对劲。姐姐摸着手里的胡萝卜像是一根小手指头，妹妹感觉手里的像是一根小脚趾头。姐妹二人意识到这妇人是妖怪变的，弟弟已经被害了。胡萝卜甜吗？吃得开心的妇人还不忘问姐妹二人。甜，这胡萝卜真甜。姐妹二人忍着恐惧说好，怕惹怒了这妇人。二人忍着悲痛，顾不得害怕，躲在被窝里贴着耳朵商量着办法。你二人在嘟囔什么呢？正在吃东西的妇人听见被窝里的声响，有些不耐烦。娘亲，我们肚子疼，想去方便。姐妹二人开口说着，说了不让你们吃，你们非要吃去吧，拉完早点回来。这妇人边吃边抱怨。姐妹二人出了屋门，大姐拿起一根绳，
因为妹妹不会爬树，带姐姐爬到了树上，也把妹妹拉到树上。二人希望可以借大树躲过妖怪的迫害。妹妹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把妹妹拉上来。姐姐突然有了想法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再那样，最后再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？姐姐小声问着妹妹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试试，要为弟弟报仇。妹同意姐姐的办法。二人躲在树上，乌云也开始散去，点点星光。你们咋还不回来？这妇人见姐妹二人许久不见回来，开始催促。娘，我们在树上看戏里，敲锣的、打鼓的、翻跟头的、跳舞的，好不热闹。在树上的姐妹二人回应着屋内的妇人，胡说，树上咋能演大戏？这妇人不相信。真理，可好看了。姐妹二人继续忽悠着妇人。大戏呢？我咋看不见？在屋内等得心急火燎的妇人走了出来，只见天上点点星光，哪里有什么大戏？娘，在树上呢，也许是太高了，你看不清。树下面有根绳子，我们拉你上来。姐姐在树上喊着。对啊，娘，我们拉你上来。妹妹也喊着。那你们可要快点。这妇人才吃了一个娃娃，已被勾起了食欲，也顾不得多想，就抓紧了绳子。姐妹二人拼尽力气把这妇人往树上拉，累的是满头汗，拉到半空突然松开了手。啊！这妇人惊叫一声摔了下去，顿时没了声响。姐妹二人半天不见这妇人发出动静，也不敢下去，而是继续待在树上等待天亮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姐妹二人也被鸡鸣声吵醒，天也渐亮，慢慢从树上向下爬。只见一个满脸熟壳的怪物躺在树下一动不动。这怪物哪里是我们的娘亲啊？可怜的娘亲，可怜的弟弟。二人既害怕又释然。此时姐妹二人想到了被妖怪害死的娘亲和弟弟，又想到从此以后孤苦伶仃的生活，一时悲从中来，偎依在一起痛哭，直到眼泪流干，声音嘶哑，才停了下来。二人在围墙边上挖了一个坑，将怪物埋了进去。很久很久以后，姐妹二人不知道去了哪里，院子也荒废了下来，而埋葬怪物的地方长了7棵白菜，青翠欲滴，不似凡物，可却没有人能看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过路老人经过这里，发现残垣断壁的围墙外7棵青翠欲滴的白菜躺在地上。这谁家这么暴殄天物啊，居然把这么水灵的大白菜扔在这里，太可惜了。老人一边叹息，一边把几颗白菜放在推车上捡回了家。回到家的老人把白菜卸下，放到睡觉的屋子里，就又出了门。我们锁了吗？这老人不放心，又转身回去看了看，看到确实是锁了门，就又放下心来。哎，人老了，脑子不好使了。一边走一边叹息。半天之后，忙碌回来的老人再次回家，却发现屋子里的白菜不见了，反而多了几个可爱的姑娘。爹！屋子里的姑娘们齐声叫喊着老人。你们？老人一脸的震惊，他无儿无女，突然多了几个女儿，也让他有些开心。爹，你快坐下休息。一姑娘说着。对，爹快休息。其余姑娘也赶紧扶着老人坐下。爹，我去给您做饭。爹，我去给您缝补衣服。爹，我给你捶背。我挑水择菜。我劈柴烧火。我给爹讲故事。那我做什么？最小的姑娘见大家都有事做，有些手足无措。你在爹怀里撒娇卖萌吧。其他姑娘开着玩笑。小七被羞得脸红耳赤，抓着几个姐姐不依不饶，被7个勤劳的姑娘照料着。老人生活过得越来越好，粮仓装满房，水缸真清凉，饭菜香四方，被窝暖洋洋，身心皆舒畅，眼角笑一扬。得此妻女郎，日子甚鲜黄。可幸福的生活有一天却被打破了。有人看到这老人日子过得舒畅，便心生嫉妒，就对老人说这几个姑娘是妖怪变的，劝他要早点除掉她们。看到这些姑娘如此孝顺，他下不去手，可心里又像有了根刺一样。从此喜欢笑的老人脸上再也没了笑容，整天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姑娘们也猜不透他的心思，只能想尽办法逗老头开心。可越是这样，
老人越是开心不起来。这一天，老人带着大姑娘来到一条河边，河水是黑色的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透露着一股不祥与哀意。虽然天上有太阳，可靠近河边还是感觉刺骨的寒。大姑娘，河里面有宝贝，你来瞧瞧。老人呼唤着大女儿。爹，这水乌漆麻黑的，哪里有什么宝贝啊？大女儿走到河边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靠近一点看，才能看到。老人解释道。可什么也没有啊。大女儿贴近水面，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你仔细瞅瞅。由于注意力都在水里，这姑娘丝毫没有意识到老人在逐渐靠近自己。啊！这老人猛地一推，这大女儿只发出一声惊呼，就没了踪影。回到家的老人抹着眼泪对二女儿说，大姑娘掉进了河里。什么？大姐掉进了河里？惊慌失措的二姑娘来不及细想，便跟老人来到了河边。二女儿就这样被骗到河边，被老人推了下去。老人用同样的方法将三女儿、四女儿、五女儿、六女儿推进了河里，最后把小女儿也骗到了河边。七姑娘，你们姐姐掉进了河里。老人抹着眼泪，爹，姐姐们是被你推进去的吧？七姑娘一脸哀伤地说着。小七，那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们姐妹对我这么好，我怎么可能会害你们？老人对小七解释着，因为你告诉过我们这条河是不能靠近的。那河里姐姐们的冤魂还没有消散，那是因为有着太多不甘啊。小七看了看清冷异常的河面，老人猛扑向七姑娘，试图把她推进河里，却被七姑娘躲了去，露出一脸的惋惜之色。居然被你发现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你杀了我吧，反正你们这些妖怪早晚都是要害人的。老人明明害怕的不行，却强装镇定，我不会杀你，你会在悔恨交加中孤老一生。七姑娘看了老人最后一眼，化作一只漂亮的小鸟飞向空中。自从七个女儿没了以后，老人又回到那孤苦的生活，这下再也没有人提醒他身边有妖怪了。他时常懊悔不已，来到河边哭泣。不哭不哭。在河流两岸经常传来七姑娘的阵阵叫声，嘲笑那哭泣的老人。七星断桥边，万里无人烟，河流翻腾间，水中白骨现，有鸟不愿还，七声两岸传，酸甜苦辣咸，鬼怪之一言。